我骠骑将军陆朝歌，今日是我和三皇子萧楚轩的大婚，而我的好夫君早已在合饮酒里给我下了绝丝药。姐姐，快喝吧，柔儿真羡慕你有这般福气，能嫁给三殿下。这福气给你，你要不要？陆朝歌，你这是做什么？瞧瞧，我要不是重生，怎会知道我的未来夫君早和淑妹勾搭在一起？不久后，利用我将军府的势力登上太子之位，将我赶尽杀绝。陆朝歌，能为本太子所用是你的不幸，还想怀本太子的孩子，下辈子，哼，老娘下辈子、下辈子都不可能给你生孩子。各位，三皇子萧启辉在我酒中下绝嗣毒药，今日我陆朝歌便毁婚书，断姻亲，与他势不两立。你胡说什么？我胡说。这酒杯中尚有残酒，是与不是，拿去给太医验一验便知。姐姐，一定是误会什么了。三殿下怎会做这种事？今日当着满朝文武的面，你毁了婚，传出去日后还如何嫁人？谁说不能嫁？本王娶。参见摄政王。陆将军，是否愿嫁？摄政王萧无恙，上一世我大婚，他并未出席，难道是我重生事情有了变数？九皇叔，陆朝歌当众撕毁凤书，乃是抗旨死罪，你怎可包庇逆贼？这赐婚凤尾本就是皇兄糊涂所赐，如今皇兄抱憾卧床，本王主持朝政。既然陆将军看不上你，本王做主这婚约作废。本王的王妃之位空悬已久，今日就定陆将军。谁若有异议，本王不介意用他的血来染这太极长街。这个萧无相果然是霸道异常，不过他为何非要娶我？王爷明鉴，姐姐当众拒婚撕毁凤书，已是折了皇家颜面。你执意要娶姐姐，皇家颜面何存？九皇叔，她本是侄儿的准王妃，如今悔婚改嫁，简直是不守妇道。您娶她，必遭天下人耻笑。不守妇道，那我今日就不守妇道给你看看。王爷，朝歌愿嫁。姐姐，你怎么能……你闭嘴！我的事岂容你插嘴？半月前云栖湖画舫上，你与萧曲川苟合密谋，以绝嗣毒药害我不孕，再将你立为侧妃，真当我不知？你胡说，没有证据，这全是你的构陷。三殿下，你怎么变哑巴了？刚才的威风去哪儿了？三皇子也支支吾吾，这不明摆着心里有鬼。与未婚妻的庶妹私通，还密谋毒害骠骑将军，堂堂皇子竟做这等龌龊勾当，成何体统？萧启华，这辈子还想利用我当太子，做你的春秋大梦吗？贱人，去死吧！萧启欢，找死！在本王面前动手，谁给你的胆子？三殿下！陆柔儿，别急着哭，我们的账还没算完呢。这上面是三皇子和陆柔儿的合婚庚帖和情书，愿与柔儿白头，共谋天下。三殿下，你们私定终身，还妄图谋逆，这可是死罪！传皇上口谕，三皇子萧启轩德行败坏，即刻禁足皇子府。陆家庶女陆柔儿不知廉耻，玷污皇家颜面，贬为罪奴，发配乐亭。殿下救我！殿下救我！没想到陛下如今病重卧床，都要护着萧承轩，也是，毕竟是他亲儿子。只是不知上一世我将军府被灭，里面有多少陛下的手笔。放心，
他欠你的，本王会讨回来。都听好了，陆朝歌从今日起，便是本王的摄政王妃，谁敢对她不敬，便是对本王不敬。回去告诉皇兄，陆家这门亲，本王结了。今夜摄政王府大婚。萧无航此人喜怒无常，今天当众抢亲，绝不可能只因一时兴起。不管他背后有什么算计，我都不能卸下防备。王爷止步！今日婚事，你我是各取所需，还请王爷自重。歌儿，我终于娶到你了。前世我没能护住你，今世就算把天捅破，我也绝不放手。前世，今生，难道他也是重生的？萧无相，你把话说清楚，什么前世，什么今生？歌儿，说出来你大概觉得我疯了。上一世，你嫁给了萧楚玄，却落得兵权被夺、满门抄斩的下场。我赶去救你，只看到一片火海。后来我杀光了所有害你的人，可你终究是回不来了。我便也放了一把火，去黄泉路上陪你。前世我以为自己孤身赴死，原来有人为了替我报仇，最后甚至在火海中为我殉情。歌儿，你15岁那年出征归来，一身银甲，骑着黑马从长安街上过。我站在酒楼上看了一眼，只那一眼，就记了2辈子。前世我因听信萧启渊的挑拨而避萧无阳如蛇蝎，却不知他把我放在心上，守了2辈子。萧无阳，谢谢你，2辈子了，只有你拿命护我。今生，我把这条命和这颗心完完整整的交给你。歌儿，你说今生，难道你也重生了？是啊，而且我记得萧晴渊递给我那杯毒酒的冰冷滋味，记得萧晴渊和陆柔儿如何勾作算计我陆家，更记得前世大火烧尽我最后一口气时的不甘。前世血债，今生我必亲手向萧琼冲讨还。我要让他把欠我的、欠陆家的一点一点还清。好，你杀人，本王替你递刀；你要掀了这朝堂，本王替你垫脚。萧无祥，你是不是忘了，今夜可是我们的洞房花烛夜？这种馊茶也配端给本皇子？父皇凭什么叫我禁足？殿下，陛下如今已无力朝堂，这是他给您的。这是3万禁军令牌，我就知道父皇还是想着我。摄政王又怎么样？将军又怎么样？这江山不还是我们萧家的？多谢殿下买通侍卫将柔儿救出，不然柔儿就要死在那儿了。柔儿受苦了，你且忍耐几日，本王定让陆昭师那贱人生不如死。多谢殿下救我，不过殿下何必等日后？妙啊！这样不仅扳倒陆昭哥和陆家，就皇叔也自身难保。到时候父皇必定重新重用我。明日陆昭哥的回门，就是送他们上路的最好时机。王爷，一根带子系这么久，是不会系吗？昨夜是谁说让本王慢一点的？王爷王妃接到密报，赤焰军前锋赵猛清晨潜入了京城，就在将军府附近。赵猛本该在边关，此番秘密回京，意欲何为？来送死！前世就是他和萧楚圈伪造密信构陷陆家，如今萧楚圈被皇上禁足，想必是按捺不住，要狗急跳墙，在今日我回门的时候动手。另外，
我得到消息，陛下怕是不大好，估计也就这几日的事。格尔，此去将军府凶险，恐有多方变数。我替你去陆将军府，你留在王府等我回来。不，我回将军府，你去替我办另一件事，去赤焰军大营。大营？去找掌管粮草的赵文书，他手上有和三皇子之间往来的证据。你把证据拿到手，然后来将军府与我会合。可你孤身回将军府，着实不安全。萧楚风搭好了戏台，我若不去，怎么方便他唱呢？陆昭哥，本殿下等你许久了。禁足期间竟敢私调禁军，围困本王妃，三殿下这是急着要造反吗？少逞口舌之力！赵芒，告诉这个逆贼究竟犯了什么罪？末将截获陆昭哥通敌密信，陆家已与蛮族暗通郭曲，意图割让北京3城，里应外合，颠覆大清。陆昭哥，你陆家世代受皇家恩典，如今竟与蛮族勾结，出卖祖宗打下的江山。姐姐，就算是摄政王，这次也保不了你。一封伪造的信，一条叛主求荣的狗，就想定我诛九族的死罪。赵猛，你以为做完伪证，你背后的主子还能留你活口？死到临头还敢当众威胁证人，殿下，快将这贱人就地正法！一个发配野庭的罪奴，也敢在我将军府乱废！殿下杀他！快杀了他！放肆！众将听令，通敌逆贼，就地格杀！本王倒要看看，今日谁敢动我的王妃！萧楚轩，你拿着几张伪造的退旨，就想动本王的王妃？谁给你的胆子？把人带上来！禀王爷，粮草文书赵四带到，属下不仅搜出了他要送给北狄的布防图，还有三殿下的私印。萧楚轩，你贼喊捉贼的戏演够了吗？真正通敌叛国的人是你！陆昭哥，你们随便找个死囚就想栽赃我，还刻意偷了我的印章，真是好心计！诸位大人不妨看清楚，他手臂内侧的楔形刺纹，正是三殿下府上死时按楔的标记。印记，老臣在三皇子府中见过。陆将军饶命啊！是三殿下命小人照着您的旧信临摹的，那封通敌信也是三殿下命我送去蛮族。赵四，你这狗奴才，竟敢污蔑本殿下！赵四以签字画押萧楚轩，你为夺嫡暗中勾结北狄，甚至不惜割让10座边城，论罪当诛。通敌卖国，构陷忠良，这简直是国贼！来人，将这卖国贼子拿下，打入宗人府死牢！不，我是皇子，你们不能动我！萧吾皇、陆昭哥，父皇不会放过你们的！急报，陛下今夜因疾病突然驾崩了。摄政王、三皇子速速进宫。老头子死了，幸好我掌握着3万禁军早有准备，只要萧无咒和陆昭宇进宫，便将他们一网打尽。这天下是本殿下的了。先帝驾崩，朕身为皇后嫡子，理当继承大统。陆昭哥通敌卖国，萧无上企图谋反，给朕就地格杀！萧楚轩，陛下尸骨未寒，你就如此急不可耐？你以为仅凭着区区3万禁军，就能坐稳龙椅？陆昭哥，死到临头还嘴硬！今日皇宫已被朕封死，你们插翅难飞，是吗？那本王便让你看看，这京城到底是谁的天！报！殿下，不好了！玄武门、神武门已被摄政王府和赤焰军联合攻破！不可能！赤焰军主力远在城外，怎会这么快杀进宫？陆昭华，你何时布的局？萧楚轩，你真当我回门是去送死的？这10万大军
就是我送你的催命符。萧楚轩，亏陛下临死前还想着你，把禁军令牌交予你，可你为了篡位，不惜在他药中下毒。陛下之所以卧床不起，全是因为你。你弑君夺位，罪不容诛。什么？你怎么？我怎么知道？当然是前世查清楚了。可惜上一世没有机会让你付出代价，这一世绝不会让你。三皇子萧楚轩弑君篡位，天理难容。弑君篡位，天理难容，请摄政王殿下诛杀逆贼！诛杀逆贼！拿下！退后！谁敢向前一步，这现在就拉着老太婆陪葬！畜生！哀家是你皇祖母！闭嘴！既然这天下朕得不到，那大家就一起死！别怕，本王在，绝不会像上一世一样。萧夏，你撑住！朕没说，朕才是真龙天子，你们都要给朕陪葬！萧楚兄，这一剑是替前世的我还你的。啊！朕的手，贱人，朕要将你碎尸万段！这一剑是替我陆家被你屠尽的满门忠义讨的血债。啊！这最后一剑是为了萧无望，也是为了彻底斩断你的黄粱大梦。啊！救驾！快救驾！啊！萧无望，你不许死！2辈子了，你若敢在这时候咆哮我，我绝不原谅你！给我睁眼！王妃恕罪，王爷背部骨裂，又吸入了大量火毒，如今毒气攻心，老臣实在是无能为力呀！滚出去！前世在军中，我曾跟神星学过回天九阵，今日我定要将你从鬼门关拉回来。这玉佩怎么会在这儿？安然，这玉佩你留着，若有命活下来，昭和定结草衔环相报。当年舍命救我的人，根本不是萧清泉。萧无香，你这个傻子，你到底瞒着我，替我挡了多少明枪暗箭？歌儿，不哭，本王这不是还活着吗？歌儿亲手喂的药，似乎不那么苦了。王爷若嫌不苦，下一晚我让太医多加2两黄连。宫中余孽已被处理清理干净。至于萧景春和陆柔儿，歌儿想如何清算？陆柔儿已按律发派最下等的列庭，日日受刑。至于萧景春，他欠我陆家满门的血债，我要亲自去地牢讨回来。陆昭哥，你这毒妇，你竟敢犯上做法害我至此！害你，萧鹏圈，比起你对我陆家做的事，这点皮肉之苦算什么？你少得意！你以为你赢了吗？我背后还有更恐怖的人，他们根本不是你和萧无义能抗衡的。识相的就放了朕，否则你陆家满门迟早要给我陪葬！留着这张嘴去阴曹地府叫嚣吧！你背后之人若敢露面，我必将他一并挫骨扬灰。报，王妃，边关急讯，蛮族10万大军突然大举进犯，边境防线全面崩溃。这不可能！边关由我父亲亲自镇守，怎会轻易崩溃？回王妃，
是因为出了内鬼。临阵倒戈，主动打开城门迎敌入关的是老将军的心腹管家陆红。陆红，前世他为护我陆家被万箭穿心，今生怎会卖国求荣？这背后必定还有更大的局。陆朝哥，本王说过，你得意的太早了。陆红可是本王埋在陆家20年的死期，他手里有陆家军最详细的边防图，你爹和你陆家上下几万人都要给本王陪葬。陆红当年是我爹从死人堆里扒出来，他怎么可能背叛陆家？只要筹码够大，没有谁是不能背叛的。你爹陆振霄那把老骨头，此刻怕是已经落在那群蛮子手里了。楚雷，立刻备马，本帅要赶赴北疆。将军，不好了！李御史带了几十个大臣跪在太极殿，联名弹劾陆家通敌叛国，非要王爷把您打入大牢。您快去看看吧。王爷，北疆之祸源于陆红，而陆红是陆家旧部。若无陆家纵容，他怎敢叛国？臣等联名上奏，请将陆家余党陆朝歌打入大牢，严审陆家通敌之罪。请王爷严惩陆朝歌，收回陆家兵权，彻查陆家通敌之罪。林御史好大的阵仗，我还没到，你就带人跪完了。王爷，北疆蛮族进犯，边关危急，朝歌愿亲率赤焰军赶赴北疆，痛击蛮族。身为陆家女，旧部叛国通敌，父亲镇守北疆失守被俘，你还要亲自带兵出征，究竟是去送死还是趁机叛逃？你我心里都清楚。萧启春已经全部招认并交出密信，陆红是他亲手埋在赤焰军里的暗桩，替他传递边关军情，调动钱粮。我陆家没有通敌。这密信上盖的确实是三殿下的私印。三皇子双腿已废，关在地牢里，你拿一封旧信就说是他的证词，朝哥，你这是在拿一个废人的话给陆家脱罪。密信在此，铁证如山。况且陆老将军镇守北疆20年，刀伤37处，从未退过一步。他若通敌，蛮族早就打进来了，何须等到今日？即便如此，陆朝歌也难逃失察之罪。王爷若要轻刑包庇，以一己之私罔顾江山，他日时关落笔，朝野上下如何信服？北疆之乱，本王与王妃御驾亲征，亲自去平。本王不在京城期间，朝政由太皇太后主导。谁若再敢在背后构陷忠良，林御史就是你们的下场。北疆路远，本王已让暗卫在前方探路。歌儿，此行凶险，万事有本王。王爷放心，边境我熟悉的很，我倒要看看陆红和蛮族能不能吃得下我们。出发！半日前，若不是三殿下残存的死尸潜入丽亭将我救出，我早已死不瞑目。陆朝歌，你毁了我的荣华富贵，我就要让你死无葬身之地。二小姐，三殿下有令，前方峡谷是唯一的通道，只要等山体一动，你便将这引燃粉撒在粮车上。放心，本姑娘一定要看着他被活活困死在荒原里。楚雷，派赤系上山探查过没有？启禀王妃，半个时辰前探过，并无伏兵。不要乱，结盾阵，护住粮草。烧吧！烧给本姑娘烧成灰烬！不好了，粮草着火了，全烧了！后勤起火，绝非天灾，军中有内鬼。峡谷滑坡虽是天险，但后勤粮车距离落实点尚有100步，若无人在内部泼洒引燃之物，绝不可能燃起如此大火。粮草被毁的消息一旦传开，边关未到，军心先散。内鬼此时最想看的就是我们自乱阵脚。既然他们想看，那本帅便演给他们看。楚雷，传本将军号令，就说天无绝人之路，大军在半月前便已在这处落雁谷暗中囤积了3年陈粮，今夜由你亲自带兵去运粮。王妃，落雁谷地势险要，若内鬼得知，定会前去劫粮。我要的就是他们去劫。看到了吗？那就是陆朝歌的命脉。只要把这些粮草再烧一次，
他们连明天都撑不过去。二小姐放心，兄弟准带足了护佑。陆朝歌，今天本姑娘就要亲手送你上路，动手！石头，怎么会是石头？二妹妹，深夜不在军营休息，跑到这荒山野岭，是想帮本将军运粮，还是想再帮一把？中计了，撤！快撤！陆柔儿，我等你好久。陆柔儿，我的耐心有限。萧秦庸在北疆的暗线还有谁？究竟是谁一直在帮萧秦庸？是你输，还是我继续？陆朝歌，你以为你赢了吗？你以为抓到我就能救得了所有人？你真蠢！你把我当成唯一的底牌，却不知道我不过是个诱饵。你为了抓我，带走了身边所有的精锐。那现在的摄政王大赵调虎离山，楚雷，带人跟上。王妃，有蛮族刺客。给我滚开！小五阳，你醒醒，别吓我！糟了，这是蛮族极北之地的尸骨香，专门用来引发重伤者体内的剧毒，一旦吸入，体内的毒素会瞬间爆发，神仙难救啊！王妃，饶爷本就重伤未愈，如今又中了蛮族的尸骨香，体内积压的寒毒已彻底攻心，老臣无能，王爷他怕是活不过3日了。活不过3日，怎么会这样？王爷英明一世，难道就要死在这阴暗的北疆？哭什么？本将军还没准他死，阎王爷就休想带走他。报！蛮族30万铁骑已越过天门关，距离我军大营不足30里。敌军打着大管家陆宏的叛军旗号，扬言要活捉陆将军，血洗北疆。天哪，30万大军，我们现在加上后勤也才不过5万人，这怎么打？王爷如今又昏迷不醒，连个主持大局的人都没有，这分明是要我们去送死啊！不如我们退守京城吧。退守？前世我退了一步，落得满门抄斩、身死将军府的下场。这一世，我一步不退。楚雷，先用本将军的回天九阵封住王爷心脉，无论用什么样，必须吊住他这口气。是，属下誓死护卫王爷。楚雷，将本将军的赤焰枪抬来。是。拜见摄政王殿下，王爷万岁！大庆将士听令，本王在此，北疆便丢不了。今日本王便带你们去会一会那30万蛮族杂碎，犯我国家者，虽远必诛。诸位兄弟，30万蛮兵压境，摄政王至今龟缩不出，只派个戴面具的傀儡来应付。我们留下来就是送死，不如卸甲归田，还能保住一条命。动摇军心，煽动退兵者，这就是下场。本王就在这里与你们同生共死。蛮族若想踏过雁门关，除非从本王的尸体上踩过面。誓死追随王爷，誓死守卫雁门关，誓死守卫雁门关。城墙上的软骨听着，识相的立刻开城投降，否则本将破关之日便是你们的死期。是陆老将军。
大清将士不准降，陆家军没有孬种。王妃，这帮蛮人该死！城桥上的大清主帅，本将知道你就在上面，若再不开城投降，本将便在30万大军面前将这陆振霄千刀万剐，用他的头颅当夜壶。城桥上的守将听着，开炮！用大炮轰死这群蛮子，不要管老夫！好东西，闭嘴！再叫，本将现在就剁了你！城墙上的，看来你是个缩头乌龟，连自己手下老将的命都不要了。前世我眼睁看着你们横死，今生我重活一次，绝不会再让悲剧重演。爹，女儿一定要带你回家。王妃，200步外风速极大，稍有误差便会伤及老将军啊！什么？这怎么可能？楚雷，开城门！王妃，前方是30万大军啊，您不能单枪匹马涉险。开城门，这是军令。大小姐，别怪老农无情。今天你必须死在北疆！本王不准任何人伤你。小无相，动他者拦住他！快拦住他！叛徒，给我打命来！楚雷，救人！快救人！哥儿，我不准你死！小无相，你2辈子都擅作主张，你不准死！前世本王没能亲手还给你，这一世本王终于能。小吴王，小吴王！王妃，这是王爷大婚那天亲手写下的遗书。王爷说，若他死在您前头，便让属下将此信交于您。哥儿，当你见此信时，本王或许已入黄泉。前世欠你一场十里红妆，今生本王以命为聘，护你陆家周全。莫哭，若有来生，本王还娶你。王妃，王爷心跳骤紧，气绝了。小五皇，你给我醒过来！你说了这辈子要娶我的。王妃，还有一个法子。传说天山雪峰之巅开有起死回生的九幽夜莲，若能在此毒封死心脉的12个时辰内取来给王爷服下，可重塑心脉，起死回生。只是如今暴风雪肆虐，雪峰陡峭，常人上去九死一生啊！别说九死一生，就是10死无生我也要去。楚雷，封锁王爷死讯，等我回来。前世他抱着我走进火海，这一世我拖也要把他从鬼门关拖回来。我不能死在这里，我要是死了，他就真的没了。小五王，你有救了。给我们的将军陪葬吧！疯子，他是个疯子！小无相，你再撑一会儿，我拿到花了，我回来了。军医，药拿到了，快救小吴王！王妃，京城出大事了！萧许宣勾结太皇太后，在2个时辰前发动政变，逼宫夺权。他们已经昭告天下，宣布了王爷的死讯。
什么？现在朝廷的3万禁军已经打着收归兵权、清剿通敌叛反的旗号开往北疆，要将您和陆家彻底抹杀。怎么，你们赤焰军连个能接旨的活人都没有了吗？放肆！王爷尚在静养，尔等竟敢在此喧哗！静养？太皇太后与皇上早已查明，萧无望通敌重伤，昨夜就已暴毙。大胆！你敢咒摄政王？圣旨在此，赤焰军御下不严，包庇叛匪陆家，着令立刻收回赤焰军兵权，并将陆朝歌打入死牢。楚雷，你再敢拦着本公公，便是与逆贼同罪，当斩9族。王统领，给本公公强闯后院，若那陆朝更负隅顽抗，格杀勿论。末将领命。谁敢上前一步，死！反了，真是反了！动手，给本公公砸开这扇门！谁？李公公，你刚才说谁暴毙？是摄政王，你明明已经，这不可能，你是人是鬼？本王是人是鬼，你下地府问问阎王便知。不，我是皇上的人，你不能！哎呀！王爷饶命！王爷饶命！末将只是奉命行事啊！楚雷，传本王将令，赤焰军即刻拔营，班师回朝。皇上有令，赤焰军勾结蛮族，摄政王已在前线战死。只要赤焰军的余孽敢靠近京城，一律万箭穿心，格杀勿论。你听说了吗？摄政王死在前线了，可皇上连他的尸首都不找就急着登基，我怎么觉着不对劲呢？确实是不对劲。若摄政王真死了，他何必这么急着封城？谁告诉你们摄政王没死？动摇军心，替叛军传谣，该杀！谁还有疑问？萧承轩，现在把城门打开，我可以让你死得体面些。居然没死！罢了，朕现在可是皇帝，手握3万禁军，你们拿什么跟朕谈条件？就凭你身后个个浑身发抖的怂包。陆朝歌，眼熟吧？本王托人从将军府后院专门请来的，陆老夫人。陆朝歌，好好看看城墙上挂的是谁，立刻让赤焰军放下兵器，卸甲投降，否则本王现在就割断绳子，让你亲眼看着你的族人摔成一滩烂泥。萧秦兄，你敢动他们一根手指，我今天让你比死还难受。嘴硬，来人，先杀一个，让他知道本王不是在说笑。王爷，人质已全部救下。萧无爷，你……本王从不打无准备的仗。离开京城时，早已派遣隐卫忽悠你的亲人。多谢。取消正常首级者，赏。拦住他们！谁敢阻本王，杀无赦！禁军死士听令，围住他们！给我拦住！拦住！谁敢退一步，诛9族！你们聋了吗？本王让你们上，退一步，全家死绝！上啊！废物，全是废物！我养你们有什么用？你们以为投降了就能活吗？陆朝歌不会放过你们！萧体轩，你没人了，你身后的禁军刀尖朝下的比朝上的多，你还要负隅顽抗？你这样的皇帝，连站着都做不到，靠着一句诛9族就想让人替你挡刀，可笑至极。早一点投降，本王还能给你一个痛快的死亡。本王就算死，也要拉一个垫背的！
地府等着你们！你去地牢里等着太皇太后吧。手怎么样？给我看看。皮外伤，不碍事，先找人。王爷、王妃，属下已将东六宫、西六宫全部搜遍，没有发现太皇太后踪影，换洗衣物和长书都不在，像是被人提前接走了。宫门封锁了吗？封了，但据守门将士交代，大约2个时辰前，一辆太皇太后仪仗归右的马车从皇宫后门出宫，说是去城郊礼佛，没人敢拦。若事败，走西门，玉玺已取，末尾是太皇太后的私印。他居然扔下萧承风跑了。他手里攥着最重要的传国玉玺，萧承皇也不过是他的棋子之一，死不死都无所谓。传令封城，所有城门只进不出，出城者须有本王和王妃双人签发的文牒，宫中所有人不得私自出宫。属下立刻去办。这就是你说的皮外伤，黑血都渗出来了。你挡那一下的时候就知道上面淬了毒，对吗？比起受伤，我更害怕自己保护不了你。毒性不深，3天内就能清干净。对了，我爹那边怎么样？陆老将军被铁钩穿了琵琶骨，失血太多，还没有血。军医说至少还得3、5日才能脱离危险。3、5日，够太皇太后跑出去很远了。封城令下的及时，城门已经封了，他纵使长了翅膀也跑不出大气。带着玉玺和几个随从又出不了城，那只能往2个方向走，要么去有旧部接应的州府，要么去投靠一个他认为能保他的地方。我已经让楚雷派人盯着朝中几个与他有关系的老臣的别庄了，若他去那儿，3天内必有消息。哥儿，接下来这座皇宫里还不知会有多少腥风血雨，你怕不怕？你都不怕，我怕什么？大不了再打一场。脚印是新踩的，还是温的，看来人刚走不久。在里屋床榻上找到的，叠得很整齐，不像匆忙丢下的。太皇太后的常服叠成这样，说明她走的时候不慌不忙。有人替她断后。再让人查这条街上所有住户，3天内有没有人见过一辆轻步马车或身形佝偻的老妇？属下这就去查。奴婢什么都不知道。我记得你在慈宁宫伺候了23年，那件明黄凤袍的领口是你亲手缝的。你现在说不知道，是觉得我会信，还是觉得他会回来救你？南门宋府第3个院子，他在城西还有一个落脚点，但奴婢不知道具体位置，只听他好像提过一次。宋府，宋阁老的宋府。是，太皇太后娘娘每次出宫，都喜欢去找宋阁老谈经论佛。点20个人，南门宋府围住。是。敲门。王爷、王妃，老爷正在府中静养，病势沉重，不便迎客。不便迎客，我们来了也不迎。老爷卧病在床，实在起不来，还请王妃见谅。既然宋阁主身体不适，本王也不便打扰，传令下去，撤兵。多谢王爷体恤。你刚才看到他袖口了，对吗？看到了。那为什么不搜？他很可能就在里面。宋阁老是3朝老臣，他要是被搜了，即便最后找到了，要是太皇太后咬定是被嫁祸，还会有很多人出来替他喊冤，这对我们不利。所以他才选宋府。他算准了我们不能硬搜，但不搜不等于没有办法。启禀摄政王，太皇太后失踪之事已历时数日，至今下落不明。臣以为，若大张旗鼓继续追查，恐使朝野上下人心浮动。恳请王爷与大将军缓兵追查，将精力先放在朝政政务上，以安百官之心。王大人所言有理，太
太皇太后毕竟是先帝遗孀，若追查过急，容易引人非议。王大人说的也有道理，那就先不追了。散朝，王大人留一步。你方才在朝上说的话，是谁让你说的？臣是为朝局安稳着想，所言皆是臣自己的判断。本王最后问你一次，谁让你说的？臣确实收到宋府老管家送来的信，说太皇太后失踪之事若继续追查，恐怕牵连太广，请臣在朝会上代为转达。臣以为此言并非无理，才……信呢？臣看后便烧了。信中是否还有别的内容？没有了。本王今日不追究你，但下回再有人让你在朝会上开口，你先想想，他能不能替你兜底。看他神色，他确实只知道这么多，但他肯定去报信了，今晚还得再去一趟宋府。本王跟歌儿想的一样，必须让他们知道，我们不会因为他是三朝老臣就永远不踏进那道门。王爷和王妃深夜前来，不知有何贵干？太皇太后在你府上，本王知道。这件事拖得越久，对她的安危越不利，对你也是。本王没有带人来搜，是敬你为三朝老臣，但这份敬意不是用不完的。王爷可有证据证明太皇太后在老臣府上？宋府没有女眷穿这种颜色的衣料，有也穿不起御用的纹样。宋阁老不如解释一下，为什么这线头会出在你宋府后门？阁老，本王不想与你为敌，但玉玺在他手里，他若继续流窜，朝中迟早会有人拿这件事做文章。王爷说这些是想让老臣做什么？替本王传一句话给他：3日之内，他若带着玉玺自己走出来，本王可以保他性命无忧；若3日后他还不露面，本王就只能用自己的办法来搜了。老臣可以替王爷传话，但老臣有一个条件。阁老请说。他毕竟是先帝遗孀，是老臣看着进宫的，老臣不能替他求情，只替他求一条命。他只要交出玉玺，本王就给他一条活路。哀家昨日寻到了先帝遗孤七皇子萧瑜，他才是先帝血脉中唯一未曾参与党争的干净人。传国玉玺在此，哀家以玉玺为凭，请七皇子继位。萧雨见过九皇叔，见过陆将军。这张脸，我在哪里见过？怎么了？没事。摄政王，玉玺在此，你还有什么话说？玉玺是真的不错，但本王更好奇七殿下是什么时候知道自己还有这么一个身份的。侄儿是昨日才知道的。皇祖母派人来告知时，侄儿正在院中浇花。侄儿从未想过自己与皇位有任何关系。七殿下常年在府中养病。是，侄儿自幼体弱，少出府门。那七殿下指甲修剪得这么好，是谁替你修的？府中丫鬟做的。先帝临终前曾留下一封密诏，指定七皇子萧雨为继承人。哀家今日以玉玺为证，请诸位臣工当面过目。这确实盖着先帝的私印，仅印尼的色泽绢帛的纹理，皆是先帝朝御用之物，绝无作伪的可能。老臣叩见先帝。先帝何时立过这份遗诏？我怎么从未听闻？不知道啊。但你看那玉玺印记，的确是真的。遗诏的纸张也是宫中所用。太皇太后身为先帝正宫，拿出此物，实在是不好说啊。若是真的，那摄政王如今的地位可就名不正言不顺了。摄政王，先帝遗诏在此，哀家以为摄政权柄理应交还新帝亲政，以免朝野上下对皇权归属再有疑虑。当年先帝驾崩，本王当众宣读密诏时，可从没有人提过还有第二封遗诏。
今日太皇太后拿出一封谁都没见过的诏书，那本王当年宣读的那封，算什么？废纸吗？先帝当时病重，口不能言，是哀家代笔写下的。那时摄政王正在城外驻军，怕你来不及赶回，便未曾知会。等到今日，萧楚轩死了，本王爷替你们扫清了所有障碍，你才把这卷东西拿出来。是先帝当年真的忘了说，还是太皇太后忘了给？陆将军，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讲。后宫不得干政，武将更不该妄议添加传承。你这般咄咄逼人，是怀疑哀家伪造先帝遗诏，这可是诛九族的大罪。我陆朝歌只信常理与证据，2封遗诏，总有1封不真。今日这份遗诏，本王不信。谁要信，谁自己信。若有人觉得仅凭这一张纸就能翻了这朝堂的天，大可站出来试试。遗诏是假的，但玉玺是真的。我若当场拆穿那封遗诏，他只要把玉玺往案上一放，当场跪下来的人会比站出来的人多。那封遗诏是他拿出来的，萧雨是他带来的，玉玺是他手里，3样东西全在他手上，要把这3样东西分开才能倒。你今天看了萧雨很久，在想什么？我想起前世被萧楚轩囚禁的时候，曾听看守提过萧楚轩曾经处死了一个自称皇子的人。今天看到萧雨的脸，我忽然觉得，那个被处死的人，也许就是他。萧雨在前世就被萧楚轩杀过。我只是觉得他的出现太巧了，为什么早不露面晚不露面，偏偏在玉玺出事的时候出现？楚雷，王爷，七皇子府这3年的出入记录、药材采买、人员变动全部查一遍，越细越好。属下这就去办。王爷，王妃，七皇子府这3年的出入记录极少，他确实几乎不曾出府，但每月的药材采买从未断过，数量稳定，品类固定。这不是治病的药。什么？这是慢性毒药，分量很小，长期服用会让人四肢乏力，逐渐丧失行动能力。楚雷，继续查，不要打草惊蛇。是。我也去。王妃，前面就是萧雨的卧房。属下查过，他每晚都在这个时辰看书，没有旁人在侧，今夜应该也一样。他看什么书？都是史书和奏章抄文。一个常年卧病的皇子，看史书和奏章抄做什么？属下不知，但据查，他确实每月都让人从宫中的藏书阁借书，借的都是前朝实录和奏序汇编。他若真是被软禁多年的皇子，不该对朝政有这么深的兴趣。你只需坐在龙椅上，什么都不必做。玉玺在哀家手里，萧无望不敢动你。皇祖母说的是，朝堂上的事你不需要懂，有人替你说话，有人替你挡事，你只要坐在那里，不露怯，不露出破绽就行。若有人问你话，你答不上来便低头。孙儿明白。你怕不怕？怕，但孙儿更怕做错事，连累皇父母。你比你母亲聪明，听你府中人说，你近日在读书。闲来无事，翻了几页《论语》。《论语》不必读得太深，你不需要懂治国，只需要知道该怎么做，该什么时候起，该对谁行礼，其余的事哀家会替你安排。是，孙儿记住了。你看他的站姿，他送他走的时候行礼很规矩，但真正的傀儡会在人走之后松一口气，肩膀会塌，手会放下来。那王妃的意思是？他知道窗外有人。他确实知道我们在。他刚才站在窗前，不是在看太皇太后走了多远，是在确认窗外到底有没有人看过他。所以你的意思是，萧雨在装？太皇太后想要一个听话的皇帝，萧雨就给他一个听话的皇帝。他在演一个被控制的傀儡，而且演得太好了。这其中一定还有隐情。那他想从他那里得到什么？他看过史书和奏章抄本，读的不是他该读的书，所以他想要的不是坐在龙椅上被人摆布，他想要的是坐在那把椅子上自己开口说话。王爷、王妃，今夜兵部、吏部、礼部3部的侍郎联名上奏，要求王爷在3日内交出摄政权柄，由新帝亲政。多少人签了名？到目前为止23人的联名，名单还在增加。王大人签的头，内容大同小异，都是说太皇太后已携玉玺归来，遗诏已现，摄政王理当还政于新帝。太皇太后还没正式出手，朝堂上已经有人替她铺好了路。七皇子萧雨为先帝血脉中唯一未涉党争之人，哀家以为理应由新帝即刻继位，哀家从朋辅政，以安朝局。臣附议，
先帝遗诏与玉玺俱在，当由七殿下尽快登基。摄政王理当交还朝政权柄，以免朝野上下久悬不决。交还？皇兄临终前亲手将朝政托付给本王时，可没提过还需要再交一次。先帝临终时，哀家也在榻前，他若真有托付，哀家岂会不知？皇兄托付给本王的时候，太皇太后正在偏殿休息。他话说完，才让人去请太皇太后来。太皇太后到的时候，皇兄已经说不出话了。王爷，玉玺在此，遗诏在此，摄政之权理当归还先帝。先帝即便有过托付，也该以社稷为重。玉玺在萧楚轩手里的时候，他已经被用在篡位诏书上。太皇太后从萧楚轩手里接过他，接过去的是一枚被逆贼用过的东西。玉玺是先帝之物，岂因落于谁手便作废？萧无望，你这是在替自己刘全找借口。本王只是在替先帝留个清白。太皇太后手中遗诏全是他一人经手，凭什么认定是先帝所为？皇祖母、九皇叔，都是侄儿的错。侄儿不该回来，是孙儿让皇祖母操心，让九皇叔为难。孙儿这就回府，不再露面。侄儿不想让任何人因侄儿为难，侄儿这就走。叫太医！王妃，太奇怪了，外院明明全是太皇太后安插的明哨暗卡，防卫森严，可这内院里竟然连个巡逻的守卫都没有，院中一个人也没有。太安静了，一个连自己性命都做不了主的傀儡，太皇太后怎么可能放心他独处？除非陆将军翻墙的功夫，比侄儿想象中利索。你知道我会来。九皇叔被太皇太后步步紧逼，我昨日在朝堂上那般作为，九皇叔和将军怎么可能不来探探我的底？只是我原以为会是楚侍卫来跑这一趟，没料到陆将军竟亲自犯险。听说你昨日在朝堂上昏倒了，时机拿捏的分毫不差，替太皇太后化解了死局。我带了一盒养伤的药，带车阵王来看看你这救急到底有几分真假。陆将军不得不出此翻墙下传，想必是被皇祖母拦在了门外吧。侄儿这身子是救急，养一养就好了，不碍事。殿下昨日在朝上说的话，可出自真心？你当真甘愿做他手里一把任人摆布的刀？将军高看侄儿了，侄儿无兵无权，更无意夺权，这辈子只想在这四方院子里安稳度日，苟全性命。皇祖母怎么说，侄儿便怎么做。你，有人来了。侄儿身无长物，无以为报将军的送药之恩。这盒点心是今早刚做好的，将军若不嫌弃，便带回去尝尝，全当是侄儿的一点心意。陛下，这大冷天的，您怎么穿这么单薄就出来了？奴才方才在院外听见动静，您在和谁说话呢？方才见到一只翻墙进来的橘猫，看着饿得可怜，便逗了几会儿。本想给它点吃的，结果听到你们的脚步声，它受了惊，便跑没影了。点心没有问题。半月后，太庙见。他知道太皇太后不让你见他，也料到你一定会自己找办法进去。这盒点心不是临场起意，是他提前备好的。他备好这盒点心的时候，还不知道我那天会去，他只是把东西放在那里，等一个时机。但这个字条是他自己写的，还是别人让他放的？他在府里被太皇太后的人盯着，还能把消息夹在点心里递到你手上，能做到这一步，是觉得你会信他，还是觉得得了消息值得你冒这个险？他用我不知道的事来换我赴约，不是求我去，是让我算完账之后自己决定去。我还是担心，如果我不去，那就只能等太皇太后发现后，什么时候想让我知道我再知道。到时候那人是谁，做什么来的，能见到谁，都已经不是我能选的了。我会派人提前到，确定安全后跟你一起按时问。你们果然来了，我就知道那盒点心手下的东西，瞒不过陆将军的眼睛，也拦不住摄政王的脚步。我们既然来了，便是带着诚意。你冒着被太皇太后发现即刻处死的风险，用那种方式引我们来这列祖列宗的牌位前，究竟想说什么？陆将军、九皇叔，你们可知当年先帝子嗣众多，为何到了最后成年的皇子却寥寥无几？太皇太后当年为了扶持萧承轩上位，扫清障碍，手段狠绝。那些未成年的皇子，落水的落水，夭折的夭折，
死的都名正言顺。原来如此，我母亲是唯一一个提前发现的人，可她只是个毫无背景的妃嫔，无力抗衡权倾朝野的太皇太后。为了保住我的命，她想出了一个最残忍的法子，给我喂另一种毒。那毒不会立刻要我的命，剂量刚好够让我看起来像天生体弱、面如金纸，活不多久。只有我成了一个随时会咽气的废人，太皇太后才会放过我。所以你一直都知道他打算做什么？他以为我活不久，根本不屑对我动手。我母亲病死后，更是从来没把我当成过威胁。直到萧成宇死了，他需要一个新傀儡，才想起我。他以为他找到了一把不会割手的刀。忍食欲你，装疯卖傻，你究竟想做什么？九皇叔，他太警觉了，他察觉出我进来的身体似乎并没有他预想的那么虚弱，于是他已经开始重新对我下药了。我无意得知，这药就是当年害我母亲病逝的原因。你要他死？我要他死，但绝不是死在你我手里，那样太便宜他。我要他死在他自己布的局里，他当年对我母亲做的那些事，我要让他自己从头到尾尝一遍。他说他要太皇太后死在自己布的局里，这句话像是已经想了很久。想了很久的话，不一定全是真话。他能藏这么多年不被太皇太后发现，说明他比太皇太后更擅长算别人的心思，也更擅长让人以为他无害。你不信他？我信他恨太皇太后，但恨一个人和想让一个人死，中间还隔着一条路。他告诉我们他恨太皇太后，不一定是在告诉我们他打算怎么做，他是想让我们觉得我们知道他在想什么，而我们确实被他引着走了一段。他说他等了半辈子，如果那句话是真的，那他现在不是在求我们帮他，他是在确认我们愿不愿意站在他选的那条路旁边。他不需要我们替他铺路，他只需要我们在他铺路的时候不踩上去。我不信他，不过敌人的敌人未必是朋友，他可以用。你打算怎么用他？他现在是太皇太后手里最合适的一张牌，我们拆穿他，太皇太后会换一个傀儡。与其重新摸出新傀儡的来路，不如就让萧雨继续坐在那张椅子上。等太皇太后觉得一切都在掌控中的时候，他才会把剩下那些不敢拿露面的一张一张递到他手里，而他接住的那些牌，我们再从他手里接过来。等他们手里的东西全都亮出来了，我们再决定下一步怎么走。就这样办。本王昨夜想了很久，新帝登基在即，摄政王若仍把持朝政不放，难免惹人非议。本王这身子近来也越发不济了，与其硬撑，不如逐步让位，以安朝局。他倒是自己先开口了。他近来的气色确实比先前差了不少，虽不知是真是假，只要他不拖着那副病骨硬撑，往后的路就容不得他后悔了。王爷能如此为江山社稷着想，实乃社稷之幸。王爷既有此心，臣斗胆再提一事：摄政王府亲卫指挥权若仍由王爷亲掌，恐使朝中人心不安。不如趁此机会将亲卫指挥权暂交禁军代管，待王爷病愈后再议。宋阁老所言不无道理，亲卫指挥权便暂交禁军代管吧。交出了一半亲卫，他手里能调动的就不多了，剩下的那些也不急，来日方长，有的是时机再让他松口。本王并无恋使权位之意。待新帝登基，本王自当逐步归还权柄，以全君臣之礼。王爷今日自己开口说要退，是当真撑不住了。撑不撑得住另说，宋阁老方才那话接得倒快，看来他还是站在太皇太后那边。王爷，太皇太后，宋阁老告老还乡后，朝中政令交接难免迟滞，摄政王既已交还亲卫指挥权，为免军务多头调度，城外驻军的调防权是否也应一并归入禁军统管？城外驻军调防权本就是战时临时设的，既然如今边关已定，调回禁军统管也说得通。王爷深明大义，既然如此，刘大人便着手拟一份交接章程，呈上来便可。城外驻军的调防权，你当年掌政的时候才收回来的，给了就给了。不给他也会换别的由头来要。调防权给他，才能让他以为他拿到的是一整座城。他拿到的越多，越觉得自己已经赢了。等他把所有牌都摊出来，我们再翻。他走得比我预想的快，我们今天退一步，他明天就会再进一步。是萧瑜的信，玉玺已被藏于太庙地基下，他手里的迟早会露馅。原来如此，真玉玺在萧雨手里，那太皇太后拿的那枚，很快就会变成他的罪证了。
陆将军，韩将军，刘淮安调你去北境戍边的调令，你收到了？调令写的冠冕堂皇，说是边关需老将坐镇，可谁都看得出来，这是太皇太后在一步步清人。我和老周、老赵3个人的调令是同一天发出来的。你们3个都是当年跟着王爷在九原城打过仗的，太皇太后不放心的人，她自然不会留在京城。太皇太后的人最近在边关旧部里走动得很频繁，我手下有人看见刘淮安的亲信在河西大营附近出现过，前后去了3次，每次都带着同一个封口的小子。河西大营那是赤焰军旧部驻扎的地方，他动不了王爷，就开始动赤焰军。将军，我韩远在九原城扛过3倍于己的兵力，没怕过谁。可这回，我怕的不是死在战场上，是死在朝廷的调令里。你安心去北境，路上不要回头，会有人接济你们。你查到的事情，我还会接着查。末将明白了，将军保重。去查河西大营近3个月的访客记录，我需要知道太皇太后还在跟谁联系。是。陆将军，您深夜找我们来，不知……几位大人都是先帝旧臣，在朝中这么多年，比我看得清楚。太皇太后现在做的事，不只是要废一个人，她是要把整个朝堂都换成她的人。承平3年冬，河西粮仓管事被调走，那份调令经我的手签的。调令副本还在河西道衙旧档里，只要派人去查，就能看出来那封调令是事后补的。承平4年秋，御史台送入宫中7份弹劾奏章，4份查无实据，可那4份却让8个人流放。其中户部主事孙敬临行前托人带出一封信，说自己被构陷。那封信的抄本还在我手里，太皇太后的批红和她日常批复的奏章笔记一致，比对一下就能对上。还有一事，太皇太后曾让内侍府送来一批空白任免令、编号和吏部存折对簿，她是私自用洗记录和存放时间都有当可查，一查便知。多谢几位大人，今日我来过的事不会有人知道。你们说的那些东西，我回去查，将来有人问到时说出来就行。陆将军，微臣在。哀家听闻，陆将军近日不在军营里操练兵马，倒频频出入几位告老还乡的老臣府邸。怎么，是宫中有什么要紧的军国事务，需要你一个手握重兵的外臣亲自代为通传吗？太皇太后明鉴，并非军国大事，只是几位老臣家中有长辈卧病在床，臣晚辈礼数带了些寻常药材前去探望罢了。探病是人之常情，但陆将军毕竟是骠骑将军，又是摄政王妃，宫为命妇，不宜干政。朝廷武将更不宜私下频繁会见朝臣。以后若要去探望谁，先报内侍府备案，免得落人口实。臣明白了。那臣下次去之前，先递折子。刘大人，刚才说到吏部缺额的事，你接着说。吏部的选官必须要对大庆绝对忠诚。刘老夫人，我来给您送药。刘大人托我跟您带句话，让您记着河西粮仓那个日子，将来若有人问起，您只需说那年冬天我记得，不说别的。我记得那年冬天雪下得特别大，几乎封了城门，粮仓的管事连夜被调走，走得急急，连家眷都没来得及带。那一天的日子刻在我老太婆的心里呢。这封东西是刘大人留的底牌，您务必贴身收好，千万别让人搜了去。若将来刘老大人被问话时身子不便，您替他说也行。王爷、太皇太后，微臣有本要奏。准奏。王爷、太皇太后，边关已定，蛮族归顺已久。赤焰军常年驻守北疆，耗费巨大，臣以为军费可适当裁减，以充国库。折子在此，请王爷过目。裁军费，边关才消停几个月，赤焰军刚拿命填平了北疆，将士们的伤疤都没好利索，这么快就要动赤焰军的银子了，这简直是卸磨杀驴啊！你懂什么？刘淮安背后是谁站着？你心里没数？这哪里是裁军费？这分明是太皇太后要借机削弱陆将军的兵权，断摄政王的右臂。就怕这头一开，后面收不住。今日敢猜测军费，明日是不是就要易帅了？雨儿，刘大人的折子句句都在为大庆的国库与百姓着想，你觉得如何？刘大人说的有道理，军费确实庞大，若能省下银两赈济灾民，自然是利国利民的好事。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裁减军费之前，应当先看过边关的详细军报。若贸然裁减粮饷，万一秋后北疆有变，蛮族余孽死灰复燃，临时再调粮饷，恐怕根本来不及。
此事事关江山社稷的安危，应等仔细看过近期的军报后再做定夺，不可草率。齐殿下今日居然开口了，而且这番话说的滴水不漏。那就按七殿下说的，先看军报再议。既然太皇太后与七殿下都觉得该先看军报，楚雷，散朝后传本王旨意，让兵部把近3个月的边关军报、防卫图、粮草消耗明细一字不落地送入七殿下书房。国之大事，殿下既然要看，就听。殿下，茶是新沏的，趁热喝。今日的茶比昨日淡了些，往后不必特意换新方子，照旧就好。是，那奴婢告退了。对了，殿下，刚才奴婢经过东廊时，听说太皇太后这几日身子不大舒色，请了好几位太医过府。知道了，替我给皇祖母带声安，就说我抄完经书就去请安。萧雨那边来了消息，太皇太后近日频繁召见翰林院旧人，像是在准备什么文书。她没有说具体是什么，但传话的人说，她找的都是擅长拟照的人。她动了翰林院的人，那就是在拟照了，只是不知道她什么时候会拿出来。她准备的越久，露出的破绽越多。那封诏书只要不是真的，她拿出来的时候，就是她自己的台阶被她自己抽走。太皇太后，王爷，七殿下入朝以来，处事公允，朝野上下皆有目共睹。臣以为为安朝局，定民心，宜正式册封七殿下为监国皇侄，代行天子之责。七殿下，你觉得刘大人所言如何？皇祖母和刘大人为侄儿考虑周全，侄儿感激不尽。侄儿年轻，本不该担此重任，但若皇祖母认为侄儿能替九皇叔分忧，侄儿愿意一试。监国皇侄，这倒是头一回听说，是头一回。但太皇后既然提了，就不是临时起意。七殿下既然愿意，摄政王也不反对，那此事便由刘大人拟旨，择日行册封礼。他说这是监国皇侄的礼服，可监国皇侄说到底不过是他的另一枚印。今日我穿上去，明日他再让人送来一件更重的，我就再也脱不下来了。他想要的不是一个能坐稳皇位的侄子，他想要的是一个永远坐在他手边的人。他还以为他在铺路，可他铺的每一步都是我在替他收。他手里的线会一根一根断掉，只是他现在还不知道。太皇太后摄政王，监国诏书已拟好，请太皇太后用系，以安朝局。太皇太后，可否让臣一观此系？此乃先帝御用之物，岂容臣子随意检视？先帝御用之物自然不该随意检视，但若出现裂痕，就该当众验明是否为原物。太皇太后若问心无愧，何妨让百官看一眼？方才那道裂纹，不像是心痕。他盖了多少年印了，今日才被发现，还是从来就不是真的？皇祖母手中的那枚玉玺是假的。皇祖母手中那枚玉玺底部有裂纹，纹路与先帝旧档不符，可以让人取来太庙旧档，旧档中每一枚玉印的纹路都有拓片存档，一比对就知道。你什么时候？哦，用假玉玺伪造诏书，可是死罪。放肆！哀家是大庆的太皇太后，这大庆的江山有一半是哀家替先帝撑下来的。你们这群狗奴才，谁给你们的胆子敢碰哀家？摄政王，你竟敢当众谋逆犯上吗？来人，取铁匣，真玉玺在此。宫中太庙与内库皆有历代玉玺的旧档图片，诸位臣工大可请人立刻取来比对。而皇祖母手里刚才盖下去的那枚是假的。那才是真的，纹路严丝合缝。那太皇父他这些年用的难道都是？他用的那枚，恐怕从来就没真过。这几年太皇太后批红的圣旨下达的调令，全是用假玺盖出来的，这是窃国之罪呀！你这个白眼狼！你竟敢背叛我！哀家将你从那冷宫般的破院子里捞出来，给你穿上这身皇子绸，你就是这么报答哀家的！皇祖母，您口口声声说为了大庆，实则一直在用假玉玺制造假诏书，只为满足您掌控天下的私欲。您不仅试图哄骗天下人，还试图用这假东西来哄骗操控孙儿。孙儿身为萧氏子孙，理当捍卫皇室正统，
今日大义灭亲，有何不可？太皇太后在位多年，从未有过失德之举。今日单凭一枚玉玺的真假，便要定太皇太后的死罪，是否太过草率？这其中恐有小人构陷呐！臣附议，玉玺真假尚需宗人府与大理寺共同复核，刑部也尚未定论。太皇太后乃千金之躯，不宜当众如此受辱处置，还请摄政王三思。楚雷，请他们出来。你们不是已经告老了吗？告老了，但不代表我们没话说。承平3年冬，河西粮仓管事被调走，那份调令是太皇后私下批的，事后才补签。我经的手，我记得。承平4年秋，那批弹劾奏章中的4份查无实据，却让8个人流放。我留有抄本，同批的笔记和太皇后的日常批注一致。太皇太后曾让内侍府送来一批空白任命令，只盖了印，没填名字，其中3张被填了刘怀安的旧部，用系记录对不上。那3张令的编号和吏部存告不一样。几位大人方才所言皆是往事，往事虽真，却未必与今日玉玺之事直接有关。太皇太后纵然有过失，也不该被当众如此处置。臣附议，证据虽多，但与玉玺有关者尚需甄别。若一指旧事便定废黜之罪，朝堂上以后谁还敢为皇家说话？几位老臣所言，我已派人调取相关档案，人证物证俱在，连同今日伪造玉玺的罪证，不知太皇太后还有什么想要辩解？你在我身边谋划了这么久，就是为了今日。亏我谅你年幼丧母皆在身中，你就这么报答我？报答？你只不过把我当只听话的狗，但是皇族别忘了，狗急了也是会咬人的。太皇太后伪造玉玺，篡改遗诏，构陷旧臣，按律当废黜宗籍，贬为庶。萧无祥，你这位置当年也是哀家替你留的。太皇太后不是替我留的位置，你是替你自己留的。王爷，体内寒毒未清，回城时又遭毒针干扰心脉，虽无性命之忧，当若不根除，入冬后恐怕若能再有一位9天夜连入药，方可根治。那药不好找，但我知道在哪儿，就算要1万朵也给你取回来。北疆刚平定，边境混乱，你不能再去。我去过一趟，认得路，换别人去未必能活着带回来。王爷，太医说的是，宜早不宜迟，我会带领精锐陪同王妃前往，您放心在府中养病。有这担心的时间，不如赶紧恢复好，等我回来，我3天后就出发。拿着，九皇叔，侄儿只是暂带朝务，禁军令牌太重了，还是等您痊愈后再交还给您比较稳妥。禁军不比旁人，镇得住禁军的人，我身边只剩你一个。你若不要，我只能带着病上朝，你选哪个？侄儿替您收着，等您回来那天再还给你。你来送我？九皇叔刚睡下，我没有叫醒他。朝中现在没什么大事，你不用担心。朝中现在没什么大事，是因为你接了青铜虎符，但他们还在盯着你。这封信你收好，若朝中有人趁我不在做文章，或者有人不服你代掌禁军，你去将军府找我父亲，他伤还没好全，但替你撑一次朝堂的腰还撑得住。陆老将军还在养伤，我爹硬朗得很，而且养伤不耽误说话，他往朝堂上站一站，比什么调令都管用。我知道了。我出发了，朝中若有人拿你试手，你按你的节奏走就好。陆将军一路小心，我会照顾好九皇叔的。殿下，刘怀安等核心成员已全部收押，其供词中提及太皇太后历年安插在朝中及边关的旧部名单已整理成册，共计17人，按轻重分3等，直接参与伪造玉玺遗诏者，按律治罪；挂名未涉实事的，暂不追究，但记名存档。殿下若只惩首恶，不株连无辜，那这17人中如何区分首恶与从犯？刑部已按3档划分，第1档5人，直接伪造玉玺遗诏者；第2档7人，知情未参与；第3档5人，只挂名未办事。前2档分别处置，第3档不究。按档划分，这倒是头一次见，但分得清楚，反而没人敢喊冤。第1档的人自己知道自己做过什么，第3档的人也不敢再站出来了。17人已记档，
第一档5人移送大理寺复核，其余留待后续。刑部方案先送摄政王府过目，再称我案上。我以为他会先把名单公布出来震慑众人，但他没有念，因为他想的不是怎么让人怕他，而是让这案子不留后患。将军，风太大了，弟兄们实在走不动了。王妃，雪太大，弟兄们有2人冻伤了，再往前走恐怕要倒在这里。咱们找个避风的地方歇一晚，天亮了再走吧。你们走不动的，在原地等，我和楚雷上去，药拿到之后再来找你们。你们先牵着马原路返回，到刚刚经过的木屋和大毒队会合。王妃，您不用担心，王爷不会有事的。我少回1天，他就多1天危险。走吧，不要耽误时间。一点印子都没有了。王妃，你慢一点，这里冰面湿滑。楚雷，我找到了，终于找到了。小雨王，等我，我这就回去。王妃，抓紧！多谢，走吧。王妃，你药材必须在7日内入药，我歇不住。走。王妃，前面路被雪封死了，走不了。天也快黑了，得找个地方避一避。那就在附近找一处避风的地方，等雪小了再走。王妃，喝点水。多谢。将军已经这样做了1个多时辰了，早点休息。我们一定要在7日之内赶回王府。雪停了。王妃，怎么了？雪停了，叫醒他们，出发。是陆将军。花带回来了，我这就煎药。药好了，趁热喂。咽下去，我喂的你不许吐出来。醒了吗？你回来了。我回来了。手怎么裂成这样？采药的时候划的，不碍事。你手上这道口子，我先记着，以后不许再添新的。你记着吧，等好了再跟我算。王爷体内毒素基本清除干净，只需再调理1个月便可痊愈。这段时日仍需静养，不宜过度劳神。知道了。王爷也不用担心，王妃身上都是皮外伤，但也需要好好静养几周。2位可要好好互相监督啊！你昏迷这段时间，萧雨一个人把朝会撑下来，太皇太后案的余党也是他审的，没有牵连无辜，处置得当。王爷，七殿下这几日共处置太皇太后案余党10余人，其中刘怀安等5人已移送大理寺复核。河西粮仓案的卷宗已经归档，所有处置意见都已留底封存。他批的那些方案有需要改的吗？没有，朝中几位老臣过目后皆夸赞说，每一条都处理得妥当。你想好了？想好了，这把椅子迟早要有人坐上去。我只是选了一个比我当年坐得更稳的人。九皇叔，我已经想好了，这座位我接得住，但你若还想再看一阵，我再多做一阵代长也可以。等朝政彻底平稳了，你登基，我归隐，
但你登基那天，我必须在场。那您打算等多久？1个月。这1个月里，你继续做朝，我在旁边看。但我有几句话，想在你接这个位置之前先说。你说。1个月之内，所有涉案人员处理完毕，该放的人放，该罚的人罚，不要留任何一笔悬案。悬案留久了，会变成后人翻旧账的借口。侄儿记住了。第二，你不必让所有人喜欢你，但要让他们知道，你说出去的话不会再收回来。那如果我说了，有人不听呢？还没想通的，你可以再给他一次机会。至于不愿意的，放他走，或者让他走不出去，都是办法。你选你觉得对的就行。侄儿明白，您留的每句话，我都记住了。先帝登基，百官行礼。朕登基为帝，理当论功行赏。太皇太后一案，刑部案卷已全部归档，无一人枉判。陆将军亲自寻找证据，此为一功。太皇太后案中提供关键证人的3位老臣，虽已告老，理应在册。骠骑将军陆朝歌仍领赤焰军衔，赐宅邸1座，黄金1万两。追封3位老臣为平平公，赐子孙英职1等。谢陛下。还有一道诏书，专为九皇叔。九皇叔萧无学辅政3载，于太皇太后案中立正在前，让位于朕在后。朕准其保留旧时俸禄，封亲王，终身之许。赐玉带1条，银印1枚，不入朝也可，不用再战班列。谢陛下。退位后还有俸禄和赐银印，萧雨没有直接封他为闲散王爷，也没有让他彻底空着手走，真是给足了面子。看来摄政王很看好这位皇帝。哼，你终究还是穿上这身衣服了。朕登基了，太皇太后案审理完毕，刑部已定罪。哀家是太皇太后，就算废了也是萧家的女人。你不该穿这身衣服来见哀家，还是说你穿这身来就是为了让哀家看？您问斩的日期定在3日后，朕来亲自告诉你，省得别人转述不清。诏书已经发了，3天后行刑。哀家输了，可你也未必能赢多久。那3年里，朕知道那3年里，您每天送来的安神汤都下了毒，朕一口都没喝。你都知道。朕还知道朕的母亲当年不是病死的，是她发现您要把我也除掉，才抢先一步替朕打了那碗药。朕活1天，便管1天的天下。您在3日后只管安心走，不用挂念朕。你想好了搬去哪儿了？城西那处宅子，还是你小时候住的那座旧院子？我小时候住的那处院子在黄中外，四周没人，安静。我娘以前在那里种过一片芍药，现在应该都荒了，但收拾一下还能住。那院子大吗？院子够大，屋子也够住，只是太久没人打理，院墙有几处该修了。你去了有的是事儿做，不会闷的。那就搬过去，你挑地方，我跟着住就行。对了，还有一件事。什么？我摘9寸天莲的时候，发现旁边还长了一朵没有开的花苞，我一起摘回来了，一直贴身放着。那花苞和9寸天莲同根同株，功效差点，但似乎也可以解奇毒。我找人打听过，萧雨的母亲给他下的那味毒不难解，只是因为常年服用，毒性深入，并非绝症。你想帮他？我不在的时间，是他尽心尽力看护你，就当回礼。王爷，马车已经在门外候着了，东西都装好了。那就走吧。那座旧宅子我很多年没回去了，也不知道院墙还顶不顶得住金秋的雨。顶不住就修，我有的是时间。这盆薄荷带上，放在新院子的窗台上，能驱虫，也能入药。
下，王爷和将军已经走了。走之前交代奴婢，说若陛下来往，就把这个交给您。将军说，这是他用9天莲花包配好的药，能解您体内的残毒。陆将军他自己配的？是。将军说那朵花苞是他从雪峰上带回来的最后一样东西，一直留着没动。他还说这药用不着再试了，他信得过那株花。他信得过那株花，那朕也信得过他。院墙有几处该补了。我知道，等明天太阳出来再说。你连小时候的书都带来了？这些书是我爹以前给我留的，放在将军府没人看，不如搬过来。那你打算把这些书放哪儿？那间屋子阳光好，收拾出来当书房。你在里面看书，我在院子里晒药。院墙边那片空出来的角落，正好够种一排薄荷。种薄荷还行，别的怕长不好。王妃，陆老将军托人送来的信。我爹说他好了，想回北疆。他伤刚好，这么急着回去。我爹就这样，一天也闲不下来。在将军府养了那么久，早就想走了。随他吧。王爷、王妃，陛下今日下了诏书，为当年因太皇太后购火而被流放的老臣全部平反。这个月就请他们回来，复就职也可以，愿意告老的也准。平了就好，这批人等了很多年了。如今这13个人能回来，朝堂上才算真正补齐了那几年断掉的一截。你今天来就是为了送这个消息？其实，属下要成亲了。定了，是城东梁铺家的女儿。什么时候办？下个月，到时我和哥儿去给你捧个场。谢王爷。王爷、王妃，你们来了。收着，给你夫人的。他还在里面换衣裳，等会儿出来再给您二位敬酒。当年我们大婚的时候，好像没这么热闹。那时候你冲进太极殿抢亲，连凤冠霞帔都是当晚临时凑的新的。当年是不是办得太草率了？草率倒也谈不上，只是总觉得还有些可惜。那不如再补办一个。你认真的？认真的，好不容易重生一次，怎么能让我的哥哥留有遗憾？那得等我把菜橱里的苗都移好了再说。还有那排薄荷，我刚种下去，还没扎稳根。好好，都听你的。你什么时候买的这匹布？昨天让人从城南布坊送来的，说是最后一批。这红绸颜色太亮了，不过既然挂了，就先挂着吧。你那根旧银簪子，我收起来了，不是嫌它不好看，是觉得今天该换一样新的。这灯真好看，恍惚中好像你不是归隐的摄政王，我也不是什么将军，我们只是平凡世间的普通夫妻呀。打开看看。碑底刻的是我们的名字？是我自己刻的。上一世我们错过的太多了，但我们上辈子没做成的事，这辈子都做完了。哥儿，谢谢你一直在我身边。你来了。我出宫走走，顺路过来看看皇叔。这院子比上次来似乎多了些东西。你手里那坛是什么？
城北那家老铺子的桂花酿，九皇叔以前提过那家铺子的酒不错，真想着你们住得远，不如带过来给你们尝尝。你还记得那家铺子？当然记得。下个月初5，朕要在长烟接办一场集会，沿街设摊开夜市，让百姓自由进出，不限时辰。这是承安元年的第一场，希望你们能来。你登基才多久就开始办集了？朕登基那日就想过了，朝堂上的规矩要慢慢捋，但百姓的日子可以先热闹起来。太皇太后的事翻过去1年了，街上该有点声响。长安街的夜市，我好像还没好好逛过。那到时候我们去看看。这街上的摊位比我小时候多了不少。你在长安街长大的？小时候我娘带我来过一次长安街，买了盏纸灯，走了一会儿就回去了，后来再没来过。那今天多逛一会儿。这家酒楼的招牌我好像在哪里见过。是吗？你先坐着，我下去买串糖葫芦。你方才路过的时候怎么不买？那会儿人多，现在人少了，很快回来。人多，早点回来。客官，是找方才那位穿红衣的姑娘吗？她往东边去了，说是去买糖葫芦，但铺子关了，她后来又往西边走了。她往西边走了？是，还说如果您来找，让您不用着急，她认得回来的路。歌儿，你15岁那年出征归来，一身银甲，骑着黑马从长安街上过。我站在酒楼上看了一眼，只那一眼，就记了2辈子。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后来我坐在太极殿旁边看了他很多年，他一直没有回头看过我，直到今天，他站在街对面吃糖葫芦，还是没有看到我。但这2次不一样了，这次他吃完了糖葫芦，会走回来的。你下来了？下来的晚了点儿，但还不算太晚。怎么哭了？我买完糖葫芦，看到那边有人在剪窗面，所以才多看了一会儿，没想扔下你。走吧，那盏灯还在桌上等我们。